你能想象吗？我们团队的一个小伙伴在下班时间用 AI 写小说，4个月的时间竟然赚了16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敢相信写小说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利润。今后呢，我们会额外的开辟一个板块，专门研究用 AI 写小说。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将会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看视频之前，记得在下方点个赞。你是不是想知道它是怎么样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只用2个 AI 工具就可以轻松搞定。如果你想知道具体的操作步骤，就请继续往下看。我会在视频中详细的讲解，尽量让每一个观看者都能学会。不过今天的这个方法我只分享给我的铁粉们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关注我并点亮下方小铃铛，这样在我更新干货视频的时候，你将第一时间获得提醒。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准备发车了。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小说类型，寻找市场热门的小说分类，这样的小说写出来才有市场需求。选择好分类以后，我们确定我们小说的剧本发展方向，写出目录，然后根据目录写出每一篇小说的标题。是不是听着很麻烦很难？别着急，这些东西都能通过 AI 帮你实现。好了，现在就跟着我的屏幕一起进入今天的实操过程吧。第一步呢，是寻找市场热门分类的小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知名的小说平台，比如说起点、番茄、七猫、17K 等等的这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听到的知名的热门的小说平台。这上面有大量的用户，所以它的热榜才是真正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热榜。首先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热门的小说网站，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排行去选择一个我们要做的热门的小说主题。这个月票榜我不推荐，因为这个月票榜的主题呢可能不是那么热门，但是因为小说作者的影响力、文章的影响力，才造就了一个月票榜。最推荐你选择的呢是阅读指数榜。我们可以在这上边看，这上边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小说类型。我们可以从这10个主题中随便的选择一个去做，我们就选第4个吧。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AI 帮我们写小说了。AI 工具很多，包括 ChatGPT 还有谷歌旗下的一些 AI 工具等等啦。但是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国产化的AI 平台豆包。豆包呢是字节跳动，也就是我们抖音啦、TikTok 旗下的中文 AI 智能产品。因为我们写的小说是中文小说，国产化的 AI 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的需求，写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文章。比如说我们刚才选择了一本小说，名字叫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那么我们要写这类型的小说，首先我们是不想把整本小说都看完，因为太浪费时间了，是吧？所以这个就需要 AI 帮我们去阅读啊。但是如果你想让 ChatGPT 帮你阅读这本小说的话，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 ChatGPT 的收录的内容本来就是2021年12月31号之前收录的内容，而且它对于中文的语句的理解也是行不通的。但是豆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把这本小说的名字发给他，然后他就会迅速的去了解这本小说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他根据这本小说的内容帮我们做一个类似内容的小说出来。但是如果你的小说呢是英文小说，针对的是英文的用户，那么 ChatGPT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 AI 产品，用到的指令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写的是中文小说，今天我们就拿豆包给大家举例。首先我们需要让豆包读一下这篇小说，让他去了解到这本书。视频中用到的所有指令呢，我也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总结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完整的看完这期视频。现在豆包呢正在进行了解这本小说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让 AI 告诉我们这些信息：小说的类型、目标读者，还有主题、作品简介、世界设定、故事线这些，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内容去设计我们的小说，然后我们再进行简单的修改，让它去帮我们做出这样的一本小说。给我设计一个都市重生的小说，然后把下面的这个内容复制过来。这是我们要求它给我们生成几个主角，然后把主角人物的性格标签、正派反派等等一些特点都写出来。这些其实都是小说里面都有的每个人物的特点以及口头禅等等，还有他的能力，这些我们都需要 AI 帮我们设计出来。好了，现在我们这本小说需要的故事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特点、性格，以及故事开始是怎么样的，故事结束后是怎么样的，它都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现在我们需要它帮我们生成一些中间的故事，比如说它开始是重生后怎么样，
然后经过了什么什么事，然后经过的这些事才是整本小说的所有的高潮部分。首先我们让它帮我们生成100个故事情节，相信看过小说的小伙伴都知道，一本小说其实有3到5个情节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我们想写一本能长期写下去的小说，就是这本小说一旦开始赚钱，我们计划更新1年、2年、3年甚至4年，我们一直计划用这本小说赚钱，所以我们让它帮我们生成100个故事情节。你看这些情节，其实我们自己想的话，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小说家，你想破脑袋都想不到这些事情。其实这一个故事线，每一个故事线都足够我们写出10几20章的小说章节，甚至100章也能写出来呀。你看过《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吗？他刚开始讲了主角谢文东从一个好学生发展到变坏，这个故事他就写了有70、80章，所以我们这样有100个故事主题来说，对我们来说足够了。最关键的是故事情节，我们需要有转折嘛，就是看起来吸引人。你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你还可以让它再次重新生成一次，直到你满意为止。好了，现在我们整个小说的剧情、人物以及故事的背景都有了，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名字，我们让它帮我们取一个名字。这个我刚才的指令写错了，让它生成的是唐朝内容，就是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改一下故事的背景，我们直接把上面它给我们的故事背景复制出来就可以了。我们让它重新按照这个背景帮我们写一个小说的标题，如果不满意的话，还是重新让它生成，直到你满意为止。这个生成的过程我就不演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现在我们小说名、故事的背景、故事的发展过程还有故事的情节我们都有了，现在我们就让它把100个故事情节，每一个故事情节呢都扩展成 N 篇的文章，一个情节写10个文章，你就复制这个。如果你想100个，直接改成100个章节就可以了。这里为了方便演示，我直接写10个章节。现在它就帮我们把第一个故事情节，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情节，帮我们生成10章小说的主题线，然后我们根据这10章小说的主题线，再具体的写出每一篇小说的内容。 OK， 现在他帮我们把这个陈卓和小林一起克服了一个重大困难，这个故事情节呢帮我们扩展成了10个章节。现在呢我们就让他把第1章的内容帮我们写出来。我们看到他只给我们写了这一点，然后我们需要让他继续写关于这个剧情这些内容你是否合适。如果你真的想通过这个小说赚钱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了解整本小说的故事发展的情节，他帮我们生成了这100个故事情节，你都需要大概的看一遍，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线，这样才能把每一章小说都写好。这个也是我们用 AI 写小说赚钱的关键。如果你只是玩玩，那么你直接让它写就可以了。你赚钱的话，你必须了解整个小说的发展情节，然后我们根据这些情节去写出更合适的内容，然后我们让它继续续写。关键的就是你需要把这个小说它写完你都要看一遍，觉得哪里不合适你就需要让它改一下，这个就需要考验我们对整本小说的理解能力，就是我们之前的100个情节的理解能力，我们都需要充分的掌握，然后才能让它根据我们的想法写出更合适的小说，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小说。我们让他在写的时候把陈卓和小林的性格特点都描述出来，这样能让读者了解我们这本小说的人物，才有继续读下去一直追更的动力。我们让他把这个介绍陈卓和小林的内容加到小说里，然后我们再看一遍这个小说，然后我们希望它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要求告诉 AI 就可以了。如果它整个的事情的发展情节，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那你就可以让它把第1章扩充到2000字，这样整篇小说我们就写好了。然后我们用同样的命令让它继续把第1个故事情节中的第2篇文章写出来，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步骤将每一章小说都重新生成出来就可以了。看到这里，你将收获一份特别的礼物，
那就是一些好用的小说投稿平台，以及超实用的 AI 小说写作管理软件，为你的创作保驾护航。同时，我也会将本期内容所用到的所有的指令一并的送给你，好好利用这些福利去创造属于你们的 AI 小说精彩世界吧。这是一个 AI 写作管理软件，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我也会一并打包给大家，这个我就不单独的做讲解过程了，它这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还有这些小说的投稿平台以及注意事项，我都会一并的发送给你。获取方式呢，就是点开屏幕下方的说明栏，直接去复制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文本以及链接就可以啦。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一些 AI 写小说的优秀案例。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张图片，才了解到了 AI 写小说这个领域。这张图片也是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去做这个项目的灵感所在。正因为看到这张图片，他才了解到了 AI 写小说这个领域，然后才把这个项目从零跑通，做到4个月的时间赚了16万。AI 写小说让写作变得轻松有趣，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你的创作天地。我是大兴，一个网络创业博主。